出门在外，谁都不容易。早先我说过，除了工资之外，所有产出的10%算作大家的奖金。这2天我认真思考了一下，考虑到大家确实辛苦，所以我打算把奖励提升到15%。我也不说谁多点谁少点，包括我几个家里哥哥在内，大家全部平分。林浩说到这里，目光扫视了一圈，都从大家的脸上看到了喜意。不管怎么样，涨奖金都是好事，背井离乡，谁又不想多赚点呢？见大家听明白了，林浩这才接着道：接下来我讲的并不是强制要求，大家自己决定。我打算把每天的工作时长从10小时提升到14个小时，毕竟这里因为特殊的气候原因，每年咱只能干5个月。老板，8个小时睡觉够了，一天16个小时行了。其中一人出声表态：咋就只能干5个月？咱分下工，不行就人歇机器不歇，24小时连轴转得了。真就只有5个月，那咱9月份就回去了。大家听说只有5个月，个个郁闷不已。至于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，压根没人关心一样。这就是国人啊！只要给他们一个赚钱的机会，他们真能豁出命去。林浩微微有些感动，此刻内心已经有了决定，不管黄金能挖多少，他至少要保证这些人能带一笔丰厚的收入回家。会议结束的第2天，这帮人好像卯足了劲，效率再度提高，连续工作了10天。时间来到了4月15日，今天中午，整个基地很安静，因为所有的设备全部停了。饭后，此刻中间的桌子上一大块红布盖着，老朱笑着示意林浩揭开红布。其实从老朱的神情中，林浩就可以看得出，应该还算是可观的。他笑着一一扫过众人，然后上手猛地将红布揭开，看到桌面上多出的3盆子黄金，众人齐齐的惊呼出声。乔伊直接说了一句：上帝啊，还没称，老板你来称吧。老朱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小电子秤，桌面上放着3个淘金盆，其中2个装满了金黄色的金沙，一个只有半盆。老朱把电子秤拿过来，放了一个淘金盆在上面去皮。林浩笑着先将半盆的给称了，结果这里足有247.4盎司。这个数据一出来，再度引得一阵的欢呼。接着2盆满的数据分别是426441盎司，等于说10天的淘洗总重量是1114盎司，相当于31600克。这个数据算不算好？从乔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了，他不知该笑还是该哭，不过片刻也就释然了。这样的财富不属于自己。他看着林浩道：老板，你10天的收获相当于我前年1年了。林浩同样欣喜，哈哈大笑。乔伊，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这或许对别人来说是财富，但对于当时的你来说，可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袱。乔伊一怔，随即一竖大拇指。老板，你太会安慰人了。林浩再度哈哈大笑，先是感谢了吴昕，又感谢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不管多少，我林浩吐出的话，那就是钉在板上的钉子，保准算数。我不怕大家拿的多了，我只怕你们拿少了。众人再度一阵的欢呼，有会算账的已经在内心算起账来了，一克160元左右，31600克，那可就是505万。大胆点，这10天去除200万的成本，剩下还有300万，15%的提成，那可就是45万，总共14个人分，一人也还有3万多。天啊，10天光奖励就3万多，那1个月还不得到10万了呀？5个月，自己可是能带几10万回家。哎，怎么就只能干5个月呢？不对，明年还能来。对，自己得好好表现，不能把机会给了别人。有反应快的边往外走边提醒道：快点，该干活了。对，走，干活。算来之前的10天，咱还浪费了一点时间。我好像还没吃饭，把餐盘端着到挖掘机上边干边吃。要我说，以后做包子或者面包，那玩意边走就能边吃。对，干粮好。林浩听着他们的议论，有些哭笑不得。等着众人离开，他这才在刘晶的帮助下，把黄金装进容器，也就是大号的保温杯之中，然后拧紧盖子，放到了保险柜之中。等过段时间，让凯恩帮忙，全部熔成金砖。恭喜阿浩，你这块地可是赚大了。李明辉上前道喜：谢谢李叔，我明天就要回去了，家里还有一堆的事。林浩想了想：李叔，后天吧，咱一起，我也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。行，那就后天。因为第一次称量的刺激，大家干起活来更是卖力气。隔日一早，林浩今天要离开，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便把吴昕和老朱叫过来，打算叮嘱一番。2位叔叔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，我怕我走之后，他们没日没夜的干，咱为了赚钱不假，但也不能把身体熬坏了。大家健健康康的来这投奔我，回去时也定然得健健康康的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每天最多干14个小时，必须要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时间。吴昕微微点头，老朱更是大包大揽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，都会老实的。见2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林浩这才上车，
车上李明辉父子已经在等他了。先开车到镇上，再从镇上坐直升机回安克雷奇。虽说加拿大和美国是两个国家，但这两国的边境线是完全不设防的，等于说你只要能进入美国，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拿大。当然前提条件你得是美国公民，如若不是的话，那就像林浩他们这样，在玉空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。见车子走远，吴昕看向老朱，一天15个小时问题不大。老朱摆摆手，尽量别超过17个小时，一天睡6个小时也差不多的。好嘛，两人压根就没打算听从林浩14个小时工作时间的禁令，大家反而认为林浩才是阻碍生产的罪魁祸首，早就盼着他离开了。在安克雷奇又待了一天，晚上将李明辉父子送上飞机，他再度来到了肯特的家里，聊了足有2-3个小时，把初步的方案给确定了。第二天，他也坐上飞机，直飞旧金山，在这里和约克碰了一个面，把目前投资的情况梳理了一番。在这边没有多做停留，和约克一起直飞了新泽西，来到了大西洋城。吉恩来接的机，林，欢迎回家。坐上车之后，吉恩又说及了目前的情况，目前整个周边的渔业收购点价格也都抬了上去，对于一些散户来讲，选择性更多，我们的优势已经不明显，但好在我们利用早先的时间差，签订了数十艘大型渔船，所以渔获还是有保障的。吉恩，如果我想让你去阿拉斯加，你愿意吗？开车的吉恩一怔，随即便没了声音，好一会才道：林，我当然该遵从你的调动，但若是让我去开拓市场，我并非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到时可能会坏事。林浩听明白了这是吉恩的心里话，随即一想，吉恩确实并非最合适的人选。那你觉得谁最合适？当然是罗伯特，他更懂得变通一些。林浩思忖了起来，他相信吉恩，也相信老吴，但跟罗伯特接触的还真不多，根本就不怎么了解。很快就到了大西洋城，他听取了目前渔业公司的汇报，目前的主营收范围包括金枪鱼和鳕鱼，月营收大概在2800多万，净利润能达到35%左右，等于说一个月能赚近1000万美刀。不得不说，真是一个吸金机器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开拓阿拉斯加的想法。林浩在大西洋城这边待了1周时间，刚好钓金枪鱼的季节来临，他还抽出1天时间去钓了2尾，又跟老吴这个老乡聊了2晚上，他这才又飞回了旧金山。他要和韩顺平好好聊聊关于阿拉斯加布局的事。上机之前他就给韩顺平去了一个电话，然后他下飞机时接他的车已经等在那了。